你有所不知，可可得了重病，看在我爹教你练气术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看到了吗？虚无就在我眼睛里面。怪物！虽然还能用力量勉强控制着，但本大爷可再也不想担心什么时候突然发作，伤害身边的人了。既然长生之卵能克制虚无，那我得要一颗来救命啊！王子殿下，快给他一颗吧，别让他在这里把虚无传染开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居然主动要求植入长生之卵，子牙，给他一颗。这次植入，务必要确保顺利。阿狗，江上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白菜做的包子，尝尝。每次吃他的包子，我就想起当年我们在大树下再聚的约定，想起我们经历的很多事。因为矿场这几年让我认识到，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伙伴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旦植入是不能回头的。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？子牙，子牙，快点！江上，他真的能令我脱胎换骨，不受虚无侵蚀吗？是的。好，既然你说安全，我就相信你。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生意一定会很好。江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要合伙赚好多好多钱。江上，太好了，江上平安回来了，这就叫肝胆相照。我一生最好的事，就是有你这个伙伴。各位请看长生之卵的真面目。姜子牙，想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本身是一种在幻岛生长的植物种子，遵循幻岛的生命法则成长。植入它的人与傀儡无异。姜子牙，阿狗，你果然又耍了心眼，将计就计，让江上从内部揭发真相。哼，但这都是你的自作聪明，你们的死期已到了。今日祭天大典，机巧王子召集诸国首领到此，就是要先为你们植入长生之卵，再让你们回国传播给你们的民众。王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啊，你把我们叫过来，原来是要加害我们。难道大周想用长生之卵控制诸国？嘿，可可，太好了！我们拆穿了长生之卵的阴谋，他不会再祸害其他地方了。子牙呀，太可惜了，你本可以成为我朝重臣。有些东西比权位甚至生命还珍贵。江上，不用怕，威胁你的家伙，我统统会收拾掉。切，迟了。江上，你怎么了？阿狗，植入长生之卵的人是没有回头路的。不！怎么办？不能硬来。我的身体长出根来了！
立刻有！江上，振作呀！振作呀，江上！我还有很多事没做。没有本大爷的批准，你不准死！臭小子，你说话呀！不许睡觉！阿狗，放弃吧，我的身体江上已变成植物。阿狗，我很高兴你能来祭天荡，让我看到你狼狈的样子。我还为你准备了更大的惊喜。技巧，你个混账！他是谁？恭迎白月尊者。他就是幻道尊者，真正散播长生之卵的人。虽偏没有反应，不过你忍怒了我。他额头上的是什么东西？发出的金光竟能克制无色界神力。天地运度，有清有浊。你体内的虚无，便是迷惑人心的浊气之源。贪婪无道，妄图污染世间。这黑气，尊者是说他是虚无的化身？原来他是醉元。哎呀，差点被他骗了！杀了他！蠢材，你们要相信狗哥！今日本尊者奉天地之法，让虚无之汉一行秘法。导游从天上掉下来了！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难道那是幻道？风都里所有的能量，都给我爆发出来吧！蚩尤族大将，你们救人。遵命。我去解决三只眼。连小孩都植入了长生之卵，救下各国使者已经很勉强了，这么多丰都百姓没法。你们看周围，丰都城在瓦解重组，巨大的生命能量体在形成。尊者想干什么？又来一个！炼气币融入他的身体了。为什么我的炼气术对他发挥不出威力？你曾在幻岛修炼过炼气，以人类而言，已是不错的炼气天赋。只可惜，炼气术真正的广阔天地，你只窥见了一斑。他能吸收炼气，看来用炼气术很难跟尊者对抗。啊，那里聚集了
极大的炼气能量，都是人类的生命。不过是渺小短暂的生命，回到自然本初的纯真，获得了有意义的永恒。不许你碰江上！是高手的压迫感。还有4个尊者，但碎片没感应到什么。不妙，尊者在用收集的生命能量炼成这个巨人吗？在东南西北中布阵，用幻岛的核心炼气引导，再结合整个丰都城的生命能量，炼造出一座兵器城市。没让本座失望。所有在这里的人都要成为兵器城市的能量，他们的意志会在这座新的城市里得到净化和统一，从而凝聚成对抗虚无的强大力量。一起去救人！来不及了！风火轮！哪吒，行了！兵器城市的内部结构也在变化，像迷宫一样。在那里！我快追不动了！狗哥，快看！江少，江少还活着，还有救吗？他的人类能量在不断流失，所剩不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是尊者的长生之卵让江上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我懂了，要找到他们，逼出解药。差不多。哪吒。通灵术。蚩尤族大将。大元帅，大元帅，大元帅，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似乎掉到了一个大树洞中，应该是炼气术铸造出来的环境。看我用狂魂大刀斩断他！认真听大元帅讲话。哦，这座兵器城市里到处流动着生命能量，等于蕴藏着取之不竭的炼气，而且这里的能量似乎并非只来自人类。我还无法确定，只是感到……大元帅，我们听你指挥。先找出尊者的位置。我的咒术和植物最接近，方便侦察兵器城市。好。不计其数的能量在流动。找到了4位尊者。等等，尊者身后是……这不是海云台4角的雕像吗？雕像？看来他们还有别的用途。好像在形成某种屏障。那里的能量流动最快。是这座兵器城市的中枢吗？他是曾在海云台露面的那位尊者。退出侦察，快！
随风起舞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我休息一会就好。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以后你少逞强，会加快它发作的。尊者守卫的这5个地方，分别位于兵器城市的中枢和4个关节，汇聚着大量能量。哦，所以他们是关键。破坏了他们，说不定就能瓦解兵器城市，救出江上，还有被困着的人。要打尊者，那3只眼留给我。别急，他眼睛射出的金光很古怪，实力似乎也是最强，而且那个屏障并不容易突破。不如先去会会几位守卫雕像的尊者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从守卫尊者那儿，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些中枢的情报。哪吒，哪吒，江上！你也是尊者吗？正是。不怒尊者，雷震尊者。本大爷警告你，终止这个兵器城市，否则我赏你100拳。今日，我们必须带走兵器城市，拯救我们正在枯萎的家园。巧了，我也正好要拯救世界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哼，合作？你出卖灵魂，甘愿为虚无的奴隶，只能是敌人。他竟挡下了攻击。你左臂是用炼器合成的，而我的全身都是纯粹的炼器。你的炼器术根本无法破坏我的身体，想伤到我，要像这样，至少得加强10倍威力。他不像之前的尊者能吃掉炼器，但我的拳套碰到他的雷电，威力也会大减，还有点使不上劲。就以这招解决你。好快！被击中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看似乱飞一通，实际一步步把我逼到边缘位置，让我无路可逃。反过来，他最后的攻击位置是可以预测的。本大爷天赋异禀，一身奇门异术，总有一项为你量身定做。这股力量是神力，无色界神力，无色强。力量不断压过来。狗头之怒，满意吗？他的神力竟如此高强，若再承受一次，我的身体可能会被瓦解。不过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他利用这里的能量，瞬间炼成一套铠甲。天一秘法，风雷霸体。哎，好痛！这是哪里？怎么回事？那些使者也被植入了长生之卵。小哪吒。是技巧，小技巧。我的混血飞轮坚硬无比，
怎么可能被他斩断？他的炼气术比祭天大典那时增强很多。狗哥马上就到，他可是蚩尤族最强战士，等会就把你收拾了，还不快滚！我们正要抓他，小孩无知顽劣，我们应该教导他，帮他回归正途。抓住他！哪吒，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。毕竟落入了兵器城市，就算是最强战士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移形秘法，哪吒，灵魂寄语。打碎他们的长生之卵，他们就不能复活了。原来如此啊！空间总在变化，搞得我头晕。这次被我们碰到，算是运气好。幸亏遇到空间变化，本大爷才有时间调整战术。不过，那时碎片也在闪烁，是强合还是两者？愚昧之徒，你不过掌握了8大界神力的一点皮毛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这座城市中蕴含的真正强大的力量，恰恰是来自一位无上至尊的神。雷震子，我会像打苍蝇一样击落你的霸体。实在是太慢了。我伟大的设计，配合燃烧的灵魂力量而成的武器，竟然直接被他接住了。让你瞧瞧真正的速度。连我的神力护盾都能击碎，怎么不见了？他不是消失，是我的眼睛已经跟不上他的速度了。这就是尊者霸体形态下的实力。现在，我的速度在3界，无人能及。这边有出路。哪吒跟紧了。啊！等等我！哪吒！又有感应了。我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。可是父亲早已死了，难道是他守护的那枚种子？叛徒偷走了那枚种子后，就一直躲着我们。我们搜捕了他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今日他会主动暴露？我更担心的是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他潜入这里，一定是想破坏我们的计划。我去处置他。念在兄妹之情上，希望你能手下留情。她不是我们的妹妹，是幻岛的叛徒。我们是创世诸神的后人，自降生就肩负守护幻岛的使命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。哪吒，过来，我能带你逃出这里。哇！哪吒，奇怪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哪吒，哎，石头人，是你？为什么你能在这种地方自由出入？尊者所施展的秘法，我也懂。趁
趁他们还未找到我们赶紧离开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先找到狗哥。这里太危险了。那我更不能走，狗哥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亲人？你明白我留下的原因了吧？哪吒，你要知道，你将面对的尊者，甚至比你们交战过的圣王还强大，而且他们根本不知感情是何物，即使对小孩子也不会心慈手软。啊，尊者看上去像人类，他们怎么会没有感情呢？幻岛的生命有一套自己的法则，那里的土壤滋养着一棵古老的世界树，而6位尊者就是从世界树的果实中诞生的。世界树是什么？它是一棵生存了1000万年的大树，累积了无穷的智慧，是幻岛世界的精神支柱。在它的带领下，平静无争的幻岛世界维持了无数世代。我好像刚才梦到过，孕育尊者的大树这么厉害，难怪尊者很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生命由炼气构成，而炼气本身亦是幻岛一切生命的基本元素。因此，他们能够与整个幻岛的飞鸟走兽、花草树木相互连接。尊者与自然和谐共存，而他们需要的一切都能从中取得。这么说，这里的任何炼器都能化为尊者的力量。不知道狗哥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哇，非常危险，我得赶快通知他。别乱跑，我可以带你去找他。这样，世界中的一个雕像没错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你的对错只是个人情愿。自然运行，拥有真理。你若要违背，必被规律所惩罚。接近中，好诡异。他的体格并不庞大，但地面的塌陷，可见他中的恐怖。随风起舞的石化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得尽快解决兵器城市的事，劝他回大荒。前面是尊者守卫的雕像吗？蚩尤族大将，你短暂的生命会由我赋予它永恒的意义。枯叶尊者孔宣，挡我者死！轮到我了。蚩尤族大将，听好了，我叫孔宣，幻岛最受仰慕的枯叶尊者。
不是我的目标。这才是你想得美！真言之辈！能和我玩几下，再败在我的手上，你也不算丢脸。哼，给我烧成灰烬消失吧！所谓大将也不过如此。所谓大将也不过如此。叫死亡眼神的男人，你想要借助那暗影族的咒术来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失去容貌之后，你会变成被人厌弃的怪物。就算是那个你想帮助的人，也会厌弃你。无所谓。无所惧。为什么你没死？我曾在大荒的战火中煎熬，这不算什么。而你的故乡太过无忧无虑，让你的攻击虽然强劲，但却没有感情，没有愤怒，没有仇恨。你错了，我的故乡原本因为父亲的存在，无忧无争。父亲连接着世界万物，生死相依，枯荣与共。他即是万物之中，亦是万物之始。可自从父亲死亡后，虚无的风飘到哪里，哪里的河水就会变黑，生命就会枯萎。我们必须拯救冠道，我们只需专心一意，完成使命，分封霸体。这座兵器城市，不，它已经炼铸成型，是即将飞向幻岛的大罗天巨人，会和那里的虚无战斗。我不会让你伤他分毫。哼，巨人，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瓦解。他凭借霸体，仅一击就令我心神涣散，血气逆行。就人类来说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士，但现在我以霸体作战，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大幅上升。刚才是你运气好，还未见识到俄罗之轮的厉害。逃跑！就这点威力？这个时候，提起精神来！俄罗之轮，这种武器对我没用。无色界神力，暗墙。俄罗之轮，日轮。哼，打烂你的霸体了。你飞行速度太快，如果在开阔的空间作战，对我十分不利。所以，我先引你到狭窄的通道，再以无色界神力锁住你。哼哼，结束了。他就是我们要攻破的5个关键之一。
不是吧？看来会迟点赶到中枢集合。你发现了什么？白月尊者，很蹊跷，一个小孩竟能从众多傀儡中脱身，还隐藏得悄无声息。这个小孩也修炼幻岛炼气术。他的父亲李靖曾经监管北山矿场，也是我的炼气术启蒙老师。不，这个孩子的炼气术与你不同，他的炼气很特殊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与生俱来。对了，李靖曾经到过幻岛，好像遇到什么人，但具体的经历他一直讳莫如深。这个孩子身上隐藏着重要的秘密，我会亲自查清楚。大罗天巨人已筑成，我等即刻返回幻岛，无关之人速速离开。降魔护法，诸神退避。就凭这，受死吧！哼，降魔杵以创世神力打造，轻若鸿毛却重如泰山，扛着整座大山的重量，感觉如何？好强，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。哼，你自讨苦吃！你面前的可是幻岛最能打的拳道尊者，为父。一只会说话的小鸟。我不是小鸟，是精卫。总之有我们在，别想碰到天穹四象阵。哼！天穹四象，难道就是这四个雕像？女娲创世大神力挽狂澜，拯救苍生，你们却利用人类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利益，何其可悲！你说什么？你只知人道，却不懂大道。天地如果都被虚无吞噬，苍生何以为继？9万年前，不周山的倒塌让大地陷入灾难。创世神女娲为救苍生，炼铸神鳌4族，立于四方，不仅重新托起了天穹，还引导了天地间能量的运转。在各种能量相互作用下，万物又开始衍生。如今，我们参照创世神女娲的天穹四象阵，设立4个雕像，支撑巩护中枢，运转能量，操控大罗天巨人。我只知道，大元帅也要拯救世界，不会以人类生命为代价。而我的身份是战士，职责就是打破这座雕像。你执意留下作战，十分有胆识，但这将是错误的决定。受死吧！银焰除了锋利之外，最致命的就是它的寒冷。怎么回事？
你所打中的只是投射我残影的冰晶而已。走后方！右前！精卫的眼睛似乎很敏锐，不仅能捕捉我的速度，还能从不同方位分辨真假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不好，他的目标是雕像。降魔御世。精卫，没有他的帮助，你还能看清我的出招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你伤害的是什么。精卫一族本是传播植物种子，给幻岛带来生机的族群，但自虚无危机以来，他们的数量急剧下降。为了对抗虚无，他们又飞越茫茫大海，衔回鳌族掉落的碎石，帮我们凑够炼铸雕像的材料，直至最后一人。你们的事与我无关，而我只需要一个答案。我们之间必须有一个导向。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但我向精卫保证过，会让幻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天意秘法，降魔霸体。平之咆哮，无量法界。这名降魔主散发的威压，是金刚之躯也能粉碎。你若还不避开，你的骨感、血肉、筋骨会接连被消除。他威猛十足，要快点看清他运转部件之间的破绽。眼睛看不见了，你也看不见东西，将如何战斗？他身体竟散发出更深的寒冷，是怎么回事？寒气在身体里流动，内脏如针刺般痛。就是这股力量，令我久病难愈，迟早还会夺去我的生命，但是也能令我登上巅峰。我就是追随大元帅的战士，为了实现他承诺的新世界，我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，哪怕无法亲眼看到黎明的到来。银焰，升华吧！火击！我在这里是为胜利而战。看来会迟点赶到中枢集合。震我一枪！暗墙！啊！为什么这次他丝毫不受神力的影响？是霸体变强了？看来你的炼气术已突破自我局限，达到超我的境界，能够主动用意念控制炼气，引导它成为稳定的武器，但仍是低级的炼气术，更何况是救神之力。而我的霸体是更高的炼气术，无我之境，
我能感知自然之道，万物之法相通相融，自如运用大罗天巨人所蕴藏的创世神之力。虚无宿主，是时候接受你的命运了。风雷黄金枪。背后冷飕飕的。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很紧张。尊者之手正在找我们。三只眼。他在找我们。哎，那中枢不就没人守了？你难道想做诱饵？狗哥他们打破雕像后就会去中枢，我要帮他们调离守卫那的尊者。帮助他人而不怕危险。别发愣啊！你不是能自由出入这里吗？我们和三只眼捉迷藏。不只是全套，连俄罗之轮少了炼器也难以使用。附近的炼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怎么办？江上的能量也快流失尽了。江上，来不及是江上了吧？我来帮你吧。来不及了。终于轮到我登场了！我终于出来了。不过是虚无吞噬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。为何拒绝我赋予的力量？他们信任我，我更应该相信自己。虚无，滚回去！他的虚无在退缩，就是现在！快撤掉无色界神力，避开他的攻击！闭嘴！怎么回事？黑色的太阳，继续上升的力量。你的雷电帮助我重新点燃了熄灭的太阳。不管你是神是魔，从我面前滚开！巨邪之轮！不可能！风雷黄金！原来你施展无色界神力，不是为了阻挡伤害。你说我作茧自缚，恰恰提醒了我。他不但能使用多种力量，头脑也十分灵活，还压制住了体内的虚无。不过，大罗天巨人不是能对抗虚无吗？可为什么？你输了，还要再打吗？哼，小子，我还会回来的。
原来是你！狗公之怒！雷震子败了。移形秘法。搞定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恢复？狗哥，哪吒，你是？狗哥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的心脏还在跳动，神智虽然微弱，却未被同化。如有足够的炼气化作生命能量注入体内，尚有一丝恢复的可能。你能救活他？能，但需要你的帮助，将炼气打散，注入他体内。打散炼气。江上，听得到吗？给老子醒来，江上！狗哥体内的炼气快被抽空了。江上！狗哥，狗哥，你成功了！江上，江上，怎么没声呢？是不是还没回过气？我只是歇会儿，陪你按了，就真没气了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我只是辅助，向你输送庞大生命能量的是你那位朋友。不好，幻岛的气息已经与大罗天巨人相连接，幻岛存亡迫在眉睫了。那必须尽快摧毁剩下的雕像。破损的雕像会不断复原的，必须摧毁中枢，才能破坏天穹四象阵，继而阻止大罗天巨人。师尊他们炼制这座大罗天巨人，正是为了拯救幻岛。听前辈语气，这大罗天巨人反而会给幻岛带来灭顶之灾。走，我会解释因果。9万年前，支撑天地的不周山在战争中倒塌，以致天水倒灌，地面众生几乎被洪水覆没。此时，另一名创世神女娲授予人皇大禹神土熙壤，熙壤遇水而生，将大洪水导入东海，最终化作幻岛。创世神女娲，我听母亲说过，人类是女娲用五色土捏出来的。那你可知，女娲造人所用的五色土就是熙壤。女娲用五色土创造人类，吹入气息，赋予生命，这是炼气术的根源。那虚无又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感染幻岛？为什么神族和幻岛尊者们都对它如此忌惮？他们忌惮虚无，因为虚无是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力量。无论炼气还是神力，都是秩序的力量。而虚无不同，虚无的本质是混沌，虚无就是混沌之力。盘古从混沌中开辟天地三界，而混沌始终想要吞噬三界。我作为幻岛之主的使者，奉其神谕而寻求解救幻岛之法。吴更、江上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们该怎么办？首先要做的，就是阻止大罗天巨人降临幻岛。现在白月尊者被调虎离山，正是突袭中枢脊柱的最佳机会。就是这里。幸好你所破坏的雕像尚未完全恢复。移形秘法。
进来了。那是血毛，师尊。何方妖孽，竟敢擅闯禁地？3只眼，为什么天的血毛会在这里？哼，血毛是创世神盟约的象征。幻岛尊者杨戬，你应该庆幸，本座盘古族末裔的身份，令这份盟约依然有效。不过，所谓盟约，是本座利用你们罢了。本座以封神阵凝聚无上神力，将天击败，而他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找到，恐怕他已游离于3界之外。如能以血毛感应到天的存在，那自是最好。那看来只能击败你喽。黑镇子说过，你有一发威力极大的弹丸，怎么打不出来了？只怕你还不够资格。是吗？天元霸体。渺小的蚩尤族大元帅，无力阻止我。幻岛的叛徒，你们与蚩尤族的元帅一样，都是幻岛的敌人。都应一并拔除。而卑微的人类，本就是熙壤所化，不如借此全部化作炼器，回归幻岛。不能再藏着底牌了，必须在这里击败他。白银之洞，俄罗之轮，日食之。碎片还给我！蚩尤族先祖曾经的3界第1强者，他的兵器与众神之主的血毛有着奇异的共鸣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他们是10万年前蚩尤族的前辈？九天10地，号令3界，兵主至尊，99归一。兵主神麾下魔将，火里青，火里海，火里红，火里兽，为我所用，待命杀敌。魔将们，我是蚩尤族大元帅，杀！我来帮你无知的幻岛尊者，丰都贱民是大罗天巨人的祭品，幻岛何尝不是一件
更大的祭品。诸神之血色黄昏的祭品，沉睡了10万年的远古龙族啊，在此苏醒吧！本大爷叫李哪吒，你们竟然叫我熊孩子，你们也太不了解我了！哼！赶紧扫，扫一下这个神奇的二维码。嘿，这里有正片中看不到的美图福利、番外剧情、漫画剧透。嘿，多多关注官方消息，才能更了解我李哪吒的为人。是谁？是谁又在说本哪吒的坏话？是不是你？赶快扫码，我在微信等你啊！广袤无边的森林漂浮飞天，回旋众生从教堂到塔尖，飞越笼罩迷雾的山峦之巅。禁锢的灵魂暂时的逃脱危险，雨滴落下的美回忆在倾泻，梦想会的梦想再度被发现，梦摇醒了从前，腾空了杂念，心情突然深情如烟，看见自己改变，腾空了时间，世界没有那么狼狈，灵魂出走，暂停了伤悲，回到过去，记起